近日，中共党媒发文，故意称川普处于任期结束前，挑衅意味明显。中共外长王毅也出面大谈美中关系，称美国犯了战略性错误。外界认为，中共高层选择了继续豪赌，也意味着中共政权将很快输掉。美国制裁14名中共副国级领导人，这些人将面临金融制裁和资产冻结。他们及其直系亲属未来也会被禁止入境美国。不料，前央视主播李修平和王小丫也跟着遭殃。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聚焦备战打仗，坚持实战实训，但中共军队的各种训练却造假不断，中共军网到处可见实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我是婉婷。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2月9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近期，中共策划的四面出击遭到美国的连续反击后，中共外交部虽然被迫收敛，但中共高层却仍然不肯放弃豪赌。12月7号，中共党媒故意称川普总统处于任期结束前，挑衅的意味明显。中共外长王毅也出面大谈美中关系，称美国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12月7号，新华社发表文章，题目为“白宫为何频下撤军令”，但在新华社网站首页位置显示时，题目却被改为“任期结束前加速推进，川普为何频下撤军令”。这样的改法和显示方式显然是故意而为。中共高层也借机对外表明态度，习近平明确继续押宝拜登，完全无视美国大选正在反转。中共应该自知，深度参与操控美国选举已经曝光，索性要与川普对抗到底。文章公开说，川普从中东和各地撤军是为了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仓促撤军不仅面临风险和阻力，也将给下任总统留下难题。这篇文章的策划主要目的根本不是谈撤军问题，而是借用此话题再度公开支持拜登上台，同时也公开造势，认为川普无法连任。文章最后更直接说，川普政府的撤军决定旨在限制拜登上台后的政策选择范围，还故意引用某人的话，希望放缓实施川普总统的撤军令，直到他任期结束。中共党媒代表中共高层发声，公开继续赌博。同时，中共高层也深知，川普撤军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准备全力对付中共政权。这一点是中共高层最担忧的，却不敢公开表露。12月7号，新华社网站醒目位置还报道，中共外长王毅与所谓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举行视频交流，又再一次在中共高层的授意下大谈美中关系。按照王毅的说法，美中关系变成了中共高层与拜登的关系，或者说中共高层只愿意和拜登发展关系，完全无视川普为现任美国总统的事实。这样的说法不但表明中共高层仍然要继续操控美国大选，还准备操控中共认定的当选总统。海外学者杨威认为，中共高层明显认定中共吃定了拜登，因此千方百计要把拜登拱上位。在中共眼里，美国几乎成了香港，而拜登几乎被看作了林郑月娥。中共高层如此迫不及待，显然在川普政府的重击下喘不过来气，不得不提前展望美中关系缓和，既试图给拜登传话，也试图给中共内部吃定心丸。中共高层选择了继续豪赌，并赌上了自己最后的命运。这样疯狂的选择，也意味着中共政权将很快输掉。12月7号，美国宣布制裁14名中共副国级领导人，这些人将面临金融制裁和资产冻结，他们及其直系亲属未来也会被禁止入境美国。由于中共官员最喜欢将家人送去美国，这个制裁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此次制裁名单中最受关注的2个人就是张春贤和曹建明。张春贤是江派要员，与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
香港报道称，在周永康掌控中共政法系统期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造成197人死亡的7·5暴力事件。周永康随后力荐时任湖南书记的张春贤接管新疆。2005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与央视主播李修平结婚，两人都是再婚。值得一提的是，李修平是央视新闻的前主播，与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小叶是同事，而曹建明的第三任妻子王小丫也同样来自央视。王小丫与曹建明在2009年结婚。根据路透社援引北京政法系统与宣传系统的官员透露，曹建明当年娶了央视最当红的主播之一王小丫，是同为周永康亲信的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向中共中央领导性贿赂的一部分。曹建明是周永康在政法系统最重要的心腹之一。香港媒体曾报道，周永康被当局调查时，曹建明就如同惊弓之鸟，并充当了污点证人，和盘推出和举报了周永康，才得以保密。张春贤、曹建明掌控巨大权力，迫害中国人权，大肆行恶时，因为有中共体制的庇护而无法无天，如今却是在美国帮那些无处申冤的中国人制裁了这些人权恶棍。对此，有网友形容这件事相当讽刺，还有网友戏称，王小丫、李修平以后再想去美国，看来只有离婚才行了。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聚焦备战打仗，坚持实战实训，但中共军队的各种训练却造假不断，中共军网到处可见实例。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12月3号，中共军网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开展反潜实弹考核训练，一枚新型航空自导身弹从反潜巡逻机机腹脱离，击中靶心，弹着点爆炸开花。光电操作员确认成功炸毁目标。对此，有网友质疑，反潜机投下的深水炸弹应该潜入水底，在水下模拟的潜艇目标爆炸，怎么会在弹着点爆炸开花了呢？原来用于反潜的深水炸弹被投在了农田里，变成了普通的空投炸弹，反潜机的训练变成了轰炸机低空投弹，这就是中共反潜机的本事。而众所周知，反潜机的任务应该主要是侦察、定位敌方潜艇，反潜炸弹投在海里，才能监测能否准确命中潜艇目标。但农田里哪来的潜艇呢？对此，外界评论认为，中共军网报道的这些演习实例，严重暴露了中共军队的装备水平、实战能力和官兵的真实素质。而习近平急喊实战实训，但是包括习近平在内，又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实战呢？那么好，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打开小铃铛。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我是婉婷，我们下期再见。